是不是要救护车？头疼是吗？要不要救护车呀？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在哪儿？明伦校区。我头好疼啊。哪个校区？明伦。明伦校区。不知道，郑州。你在哪儿？是在宿舍吗？宿舍问一下室友吗？你这样我帮不了你，你得说清楚你的位置，我才能帮你让救护车过去。同志，请你配合我好不好？这都是上大学，也都是20多岁的人了，是啊。你平静一下，你微信发位置可不可以？同志，我可不可以啊？你说话呀，你可不可以？你没啥事儿啊，我也感觉你在干嘛呢？你乌拉乌拉的。您刚才听的这段录音，是5月17号河南大学一名叫彭某军的女生打120电话求救的过程。现在她人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我想每个人听到这段电话心里都不是滋味。我感觉你没事儿您这说的什么呢？乌拉乌拉的。您这么大的人了，您能不能配合一下呀？这个接线员本身对这个在病危之中求救的人的态度一下子激怒了网上所有的人。事后呢，其实这个彭某军也没等到这个救护车，他10点17分10点27分打的救护电话，一直没等到救护车，一直等到12点15分，他的宿舍的同学看到他躺在床上没动静了，才又打电话打120。这个时候120才重新派车到了他的宿舍，最后把彭某军运到了医院，送进了 ICU， 也没有抢救过来。这个年轻人呢，得的是脑出血。如果按照正常情况下，如果及时赶到，还有可能存活，但是由于白白耽误了2个多小时的时间，他的生命就此凋谢了。最新的情况是，河南省郑州市已经对这件事情做出了调查，把这个接线员叫张真颖的接线员呢开除了，他的领导呢也一通都是记过又是警告进行了一番处理。表面上看呢非常严厉，但是这个案子给我们留下的思考肯定不仅仅是如此。网民第一个反应的是，这个张真颖他其实在面对一个求救的人的时候，他没有表现出一点那种所谓的体贴之心、关怀之意，相反那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冷漠令人透彻心扉。这个大家都听出来了，但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些其实所谓的接线员都是临时工，多数的工资非常低。在河南郑州那个地方，我听到的信息一个月3、4千块钱，而且都是合同制，也没有什么保障。那么说白了开除一个这样的临时工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恐怕不能，对吧？当然另外别人也会问那即便是一个临时工，那你其实面对社会上其他人的时候，你就不能体现出那种所谓的关怀之意吗？恻隐之心吗？当然这问题要问下去就深了但毕竟是我觉得更深的背景就在于我们这个社会从某种角度来讲是一个身份决定的社会。那么有临时工有正式工，那么正式工和临时工之间差异巨大，有城里人和农村人，城里人和农村人之间的差异巨大，有大城市和小城市的，大城市和小城市之间的社会待遇、公共服务水平差异巨大，有体制内的，有体制外的，体制内和体制外的人待遇各方面的条件差异巨大。举个例子吧，我们现在这个社保，对不对？如果你是企业的执行社保，你退休之后，你可能大概只能拿你工资的可能1/4、1/5。但是如果你是公务员，你就可以拿到80%。如果到一定级别之上，
就可以拿到100%。你就看到这个社会上，其实你得到的东西跟你付出的东西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而跟什么有关呢？跟你的身份有关。如果你是个农民，你当了工人就被称之为农民工，不是工人，是农民工。而且你在很多情况下在城市里还不能买房，而且你也不能加入城市的医疗保险。而如果你要是体制外的人，你就无法享受体制内的人那些所谓的医疗待遇啊、福利待遇。这就是我们的社会现实。那么这个社会现实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带来的就是社会上有不同阶层的人对这个社会上的评价会差别巨大，而在这个身份链条最底下的那一批人，对这个社会啊，往往会充满冷漠之情。我觉得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我们也得承认。像前些年大家都知道，就砍到幼儿园专门杀孩子，显然是反社会行为，对吧？因为孩子都是无辜的。但你去深究背后的原因，你就会发现这些人可能都是社会竞争的失败者。有的人就觉得他的失败不是由于他自己努力不够，而是由于他的身份，他再努力都没用。所以我个人认为，开除一个临时工解决不了这个问题。那么除了这个话题之后，我今天还要再往前走一步。120到底是救命的还是害命的呢？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么一组数字啊，就是我们国家这个120啊，在院前急救能够救活人的这个比例，可能在全世界处于最低的水平。因为在这院前急救过程中，有一种病啊，是最需要用最短的时间赶到现场去救治的，就是心脏骤停。那么这个心脏骤停呢，在国际上有一个黄金8分钟之说，就是说你必须在8分钟的时间内赶到现场进行救助，否则的话一般来说就救不活了，即便救活的话预后也很差。那么这个有数字，大家知道啊，郑州就有数字。郑州市的这个心脏骤停的这个患者啊，在救护车赶到现场救治的过程中，救治成活、出院预后良好的比例是多少呢？是大概0.56%， 0.56%。也就是说，差不多每200个人中间才能救活1个人。郑州其实不算小城市啊，在我们国家也算2线城市。那么北京、上海又怎么样呢？北京平均是1%，也不高啊。但是这个数字跟国际上做一个对比呢，给你说一个国际上最先进的地区，华盛顿，这个院前急救的数字啊，就是这个心脏骤停啊，能够被救活的比例啊是44%。日本呢，平均在8%左右。台湾地区呢，有的城市低，有的城市高，在1%到7.2%之间浮动。那么丹麦这些国家呀，平均这个水平都在14%、18%这样子。那么为什么我们国家里头这个院前急救啊，这个水平这么低？它不仅仅是一个服务态度不好的问题。那么这里头就涉及到一个所谓的系统工程，因为这个心脏骤停它有几个环节共同构成。第一个环节就是紧急呼叫系统，就电话打进来120接线的就是这个张真颖，这个环节必须第一时间判断病情，马上调度车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这个时间越快，说白了，患者得到救治的机会就越大。但是我们可以看一下，从张真颖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出来啊，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120的接线员啊，且不说他那个调度能力和病情判断能力，说白了，他那个服务态度本身都让人很多接受不了啊。更不用说他在这个过程中间，甚至还可以怎么样的及时判断，用那种紧张的情绪去调动资源，甚至说指导现场的其他人如何自救，根本谈不上。说白了，张真颖这个对话我听到的啊，不仅仅是愤怒，我更重要的听到的是他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根本没有受过专业训练。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社会现实，
就是120的接线员几乎没有受到太明确的训练，太专业的训练，所以那个态度只是其中之一啊，只是其中一个环节，最浅的环节啊，背后你看到的是更可怕的事实啊。如果他没有经过专业训练，他就不可能在最短的时间内调度这些救护车赶到现场。其次，就是精明有干的、精明强干的这个现场救治人员，用除颤仪，然后马上生命支持系统送到附近最近的医院，都跟不上，所以导致了我们国家就是这个所谓的心脏骤停的救治率始终是在全球最低的水平徘徊。4000多个病例啊，就是郑州市4000多个病例啊，最终只有6例愈后出院了，多么可怕的一个事实啊！那么这里头我要讲一下啊，其实世界上这个院前急救系统大概分为两种模式，我们可以以中国和日本两种模式啊来分别举例。日本呢，其实没有120，你就是打110，你打110呢，火灾也来，救护车也来，它是一个系统。那么日本的救护车跟中国不一样，他们这个院前急救的系统啊，就是消防员。他救火的消防员呢，每一个日本的社区里头，你看啊，他那个救火那个消防队啊，有几辆消防车同时配一辆救护车，但是救护车里坐的全都是这个消防员。这些消防员呢，他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这个抢救的知识，尤其是这种心脏骤停的这个啊，在关键几分钟的时间内，他能给你进行除颤啊，然后心肺复苏啊，然后就给你送到医院去了。这是一种模式，就是说他不需要配备专业医生，只配备专业的消防员。在国际上也有很多国家都用这种模式。另外一套是中国这样的体制，就是专门有救护车，救护车里头有救助系统，救助系统里面还配备了医生护士。这是两种体系，一种体系是理念是我们尽快的把病人送到医院去。当然，遇到院前急救中最棘手的那个所谓的心肺复苏患者，要求这些人在现场就必须能够完成救治。而中国这种模式呢，是把一个医院内部的支持系统运送到患者那个地方去，可以在救护车里完成最基本的抢救。这两种模式啊，应该说很难说是孰优孰劣。但是为什么中国的院前急救的数字跟日本比起来相差这么多呢？这背后又有原因了。更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更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院前急救系统的医生啊，他们本身在整个医疗系统里头处于最下游，被人瞧不起，职业上升没有空间，天花板很低，收入很低。为什么呢？因为院前急救的这些医生啊，他们把这个病人经过简单的救治就送到医院去了，送到医院的那个急诊去了。他们其实只完成了几分钟的救治，这带来一个问题，他们没办法出论文。但是我们医院所谓的评职称啊、晋升啊，你需要论文的。还有一个，他们的职业经验难以积累，就是说你这个其实就几分钟嘛，也不需要你进行手术啊、严格的检查呀，那些各种仪器的检查呀，不需要，只需要你做简单的抢救，送到医院去了。所以你的职业经验很难积累，那么就导致什么问题？导致这个医生本身的职业上升空间非常有限，没有一般的医生愿意干，留不住人，干2年就走了。这是一个非常强的社会现实，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由于收入低，最后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呀？很多120在接到病人之后啊，并不是把这个病人呢送到他最近的医院，最需要救助的医院。为什么？送到那些医院没有好处。于是呢，就把这些医生啊，就把这些患者啊送到那些给自己回扣的医院。就哪个医院给我回扣，我把这个病人送到哪个医院去。这个现象在全国非常非常普遍。按道理来讲，院前急救系统应该是什么？
就近、就急、就专业，对吧？就近就哪个医院近，我们送到哪儿去。就急是吧？紧急嘛，这个病情的紧急程度。就专业，看现场判断这是什么病，然后知道哪个医院治疗这种病最专业，我们送到哪个医院去。但最后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呢？导致的结果是就钱呢？谁给的钱多，就把这个病人送到哪个医院去。那最后这个所谓的患者躺在救护车上，他们都变成了这些医生、急救医生获得自己工资之外好处的工具。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这种背景下，那120它救治率能上去吗？所以有人说中国是一个互害的社会啊，你仔细想一想，这话有道理啊。就是这些人他自己职业成长没有空间，收入非常低，然后呢就把患者的生命当作是他可以换取一些额外好处的这么工具。这就是中国的120。所以你知道中国的120到底是救人的还是害人的了吧？所以你理解到这个彭某军为什么打电话长达2个多小时没人来了吧？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其实开除一个临时工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吧？还有一组更恐怖的数字，在发达国家里面，平均一个这个紧急救援员给1万人提供服务，而我们国家呢是1个人给11万人提供服务，差10倍。你想想，1个人给1万人提供服务和1个人给11万人提供服务，那公共服务水平能一样吗？救治时间能一样吗？美国的救护车都是要求在打电话8分钟之内赶到现场，但是大家去看一下啊，这个张真颖事件，就是这个彭某军事件，他的同学第2次给医院打电话，让医院赶紧过来的时候，郑州市的那个调查组，我看了他们那个信息啊，从打电话12点15分打电话到救护员进到房间里开始救治，也花了足足15分钟时间。你可见，其实如果我们按照严格的国际标准来要求的话，你就知道我们这个差距，我们这个院前急救系统的差距跟国际的平均水平差别有多大，差距有多大。彭某军走了，他临走之前没有得到救治，得到的是训斥。你是一个大学生，你这么不配合，我怎么救你啊？你好好配合一下行吗？你这乌拉乌拉的说什么呢？让我们再听一遍这段录音吧，再听听这段录音背后我讲的这些问题吧。是不是要救护车？头疼是吗？要不要救护车呀？河南大学。河南大学在哪儿？不要用嘴巴出气，用鼻子呼吸。在啥路上呀？明伦校区。我头好疼啊。哪个校区？明伦。明伦校区。不知道。郑州。你在哪儿？是在宿舍吗？宿舍问一下室友吗？头好疼啊。你看你宿舍有室友没有？没有。没有。你先保持清醒点，不要用嘴巴呼吸，用鼻子呼吸。你这样我帮不了你，你得说清楚你的位置，我才能帮你让救护车过去。那你微信发位置可不可以？同志，我可不可以啊？你说话呀，你可不可以？你没啥事儿啊，我也感觉你那干嘛呢？你乌拉乌拉的。